2009年的时候呢，我就被 diagnose 我脑下垂体下面呢就有一个肿瘤，很痛，痛到我爬不起来。我说这个药，我说这样多 side effects，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他只是给我一句吧 ，Take until you die。MCO 是我人生中可以讲是最惨的这个经验啊。团队从16个人。差不多归零，那时候又靠近新年的时候嘛，他说你煮东西给我们吃啦，那我说 OK 啊，在公司里面煮给他们吃，开 FB Live， 我连续18天煮了整40多道健康年菜。从那一刻开始呢，人家看到我这个理念，我的直播呢就是慢慢这样做起来的，人家就开始注意到我们这间公司。As a business owner， 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你的初衷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成立这间公司？每一个品牌必须要有自己的灵魂，必须要有一个灵魂人物。这灵魂人物有他自己的理念，他的故事，为什么他要做这一个公司？如果我当初很怕人家嘲笑，或者是很在意别人眼光的话，我就不会坚持的再走下去吧。你必须要有一个 compelling reason， 你非分享不可。你去到那种程度，我们今天没有讲，万一明天我没有在的时候呢，我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你人生有没有一个东西你非做不可的？让清洁更高效，就用 Dreamy 强力洗地机，让地面焕然一新。智能扫拖机器人轻松打理全屋，无线吸尘器随手清洁每个角落。Dreamy 用创新科技让家务更简单。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林医师，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嗨，大家好，我是林医师，你可以叫我 Dr. Kelvin 林医师，或者是跟我比较熟的客户呢，他会叫我阿Lim。我是Sure Integrative Wellness 的创办人，就是 Sure 健康调理中心。那同时呢，我也是毕业药剂系，我是一个药剂师，同时我也是自然疗法医师。林医师，你的背景是药剂师？对，我在1998年毕业药剂系，那么我的母校呢就是你现在的 IMU 啦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我98年毕业过后呢，我就在 hospital 实习了1年，然后200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创业，开了我自己的第一家的药剂行。2000年开始创业？对，算是23岁创业吧。那个是我第一间，也是我剩下的最后一间。就在2000年 before MCO 的时候呢，我2月尾的时候sign contract， 3月18号就 lock down 了那么那时候刚刚好，可是我是4月1号 hand over 的，就是那个MCO 的所谓的卖口罩的红利，我还有享受到差不多2个礼拜啦。林医师，你的意思是说你经营了药剂行，从2000年到2020年，经营20年，经营了21年。21年，对。那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我自己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有想到差不多要50岁了，然后呢，我接下来要走的路是怎么样？有当过药剂师，就是我们那些 community pharmacist， 就是在开药剂行或者是在 retail 做的这些药剂师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很少会有这个自由跟这一个自己的时间。而且我们这些 business owner 呢，就是自己经营、自己去 manage 一间药剂行的话，从我一开业2000年的1月开始，到2020年的3月18号，我每一个礼拜就是做72个小时，哇，72 hours， 而且呢，是无休。那个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没有这个自由去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就无时无刻需要待在药行里面。对，被绑死了。那么好吧 Sure I 呢 ？Sure I 是什么时候成立呢？Sure I 呢是在我2014年的时候成立的，现在已经成立了这个11年了。我为什么会所谓的转跑道？是因为我在2009年的时候呢，我就被 diagnose， 我脑下垂体下面呢就一个micro adenoma， 就是一个肿瘤。我还记得那一天呢，我早上睡醒的时候呢，全身都非常的很痛，痛到我爬不起来。那么开始又肚子泻得很厉害就是我以为是食物中毒。那么我老婆就送我去 emergency check 到完全身了过后，又不是食物中毒。然后呢，我的朋友就是内科专科，他就 check 到完了过后，他说你的身体痛到这样严重，这样做 bone scan 或 DEXA scan， 这样 DEXA scan 他说你 osteopenia还有一点点就到 osteoporosis， 就是骨骼疏松症。那时候的我2009年33岁 by right for a young man， 像你们这样
，so 不应该会有骨骼疏松症这个问题的，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somewhere。我进医院进了7天，做这一个 scan 的时候，scan 到我的脑下垂体那边有一粒肿瘤，而这粒肿瘤呢，就导致到我的身体的有很多的荷尔蒙全部失调 ，upside down 的 one 啊，所以也包括就是我制造跟吸收钙质的荷尔蒙出现问题，有问题一定是要吃药啦。然后就看了几个槟城都很出名的特门专科，唯一的方法，你的荷尔蒙不够就是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HRT）。有一些 hormone replacement 你需要用到类固醇 steroid。身为药剂师治业病，我们第一个就是先去检查看你给我这个药是有什么副作用。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类固醇，类固醇其实它跟这个我们身体的荷尔蒙的这个 chemical structure 这个化学构造是很相似的。所以说当你长期吃这个类固醇的时候呢，它可能会代替掉你一些荷尔蒙的一些的这个function。那么你的身体会更加的混淆。我用的这个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呢，其实是很多 side effects 的。这个 hormone 可能会导致到 prostate cancer、liver cancer 这一些所有的 side effects。我曾经是用了4个月的这个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全身肿，还不用紧，我的因为你吃 steroid 嘛，所以说你的这个荷尔蒙很低，所以说就有一些你的舌头会很多舌苔，然后呢，像我们这种外表协会的注重外表的，全身肿会发胖脱头发，那么当然是不能接受了哈，所以就会开始说，我就会问医生，我说这个药，我说这样多 side effects， 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吗？他只是给我一句嘛 ，take until you die 啊，他也没有错，可是可能讲话比较直接，一句直说啦哈，就是他跟着 theoretically 的话，你不能做什么，就是你长期用这个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用到你死为止。我跟他讲说，诶，我说这个东西这样多 side effects， 能够用长期吗？说 you have no choice，you have to use it。other than that， 你就是没有其他选择。那么当然我用这个东西的人，我开始 feel 到它 side effects， 我立刻就是停掉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出路来的，因为你 replace 掉它，证明说我的身体更加不需要去制造更多的荷尔蒙，它会变得越来越懒惰，然后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那么我在祷告在想，世界上这样多医学系统，讲真的，我们西医的医学的历史才200多年，中医有5000多年，那么 Ayurvedic 那印度草药医学有5000多年，那么还有犹太学，然后呢西藏草药学，那么多种的医学，难道只是西药唯一的出路吗？那么我就开始去在短时间里面，在2-3年里面，我拿了很多的 certificate 因为我婆婆是中医，我自己就去读中医理论啦，去了印度读顺势疗法啦，自然疗法、人智医学这个我们的 aromatherapy、aromatology 这些全部我都去读。我读不是为了那个certificate 对我来讲是没有意思的，因为反正我自己都是药剂师，为什么要拿这样多 certificate？ 我探讨了过后呢，我就开始去了解，其实我们人的身体呢，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是一个 natural well-being。很多时候呢，我们人可能呢，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生活压力太大，吃的东西就是不 natural 啦，很多 synthetic， 很多加工食品，很多精致食品。那么试想想，我们多久没有拖鞋走在草地上，或者是沙滩上面，然后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只是四风墙壁的 aircon， 我们很少说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所以说我们会远离大自然越来越远。当我们人远离大自然越来越远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 off tune， 所谓的失调啦、失调啦。那么就是人要解决健康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到最后呢，还是要回归自然。那么从那一刻开始呢，我就把所学的东西，在我 pharmacy 那边呢，就给 consultation 注入这些原理跟饮食疗法进去我的这一个客户的整个 consultation 里面。诶，他们很听话去 practice 了过后，你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转变。那么突然间就很多人来给我 consult，当然很多人 expect pharmacist 的 consultation 是 free 的啦。
，so I don't mind。就是可是我觉得对于我的客户来讲，他们没有一个 privacy，因为是 open space 嘛。就是我跟客户讲，搞不好他的邻居跟其他auntie uncle有一些比较求知欲比较强的，他就会站在后面听。那么对于这个客人来讲，隐私权是没有的。那么就想说，我就做一个 office，就是所谓的 consultation room，开始呢去给 consultation。那不知不觉的这个无心插柳的情况之下，我就设立了我的这个自然疗法诊所。以前我叫做 HAMC，就是 Health Coach Alternative Medicine Center。那么其实我是在2020年9月20号那一天我生日的时候呢，把我们的 HAMC 改换成为 Sure Eye Integrative Wellness。那么林医师，刚才你提到是嗯2020开始转做Sure Eye，叫做 Sure Eye 了嘛？对可。是那个时候就刚好是 MCO，对吗？那 MCO 时候怎么办呢？那2020 MCO 是我也是我人生中可以讲是最惨的的这个经验呐。当初的时候呢，我们团队从16个人直接差不多归零，剩下最后一个我们的营养师问我，他是从九号来的，他说：“老板，全部人跑了，我还要留下来吗？”我就求他，我说你就留下来吧，反正你又不能回去，你在槟城又没有人顾你，是吧？大家互相照应。那么他就听话的留下来了。然后过后我们慢慢在请人，我们的新的员工的团队呢就比较属于年轻的，就是90后、95后。那么开始呢，那时候又靠近新年的时候嘛，然后我就当他们是像朋友、像孩子这样嘛，所以他说：“诶，老板，你很喜欢煮东西哦。”我说 ：“OK 啊，是啊。”他说：“今年要到了，他说你煮东西给我们吃啦。”然后我说 OK 啊，我说你要吃什么？这样我去巴萨买开始煮哦，在公司里面煮给他们吃。那么其中一个他说：“诶，老板，我们来开 FB Live 哦。”啊，70后的我就说我一直看人家做直播，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直播的方式是所谓的 FB Live。他就拿起手机开始开播，因为我第一次开这种煮菜呢哈，这个开播有80多个人进来看哦，诶，算是不错哦。他就讲说：“诶，老板，很多人进来看嘞，很多人问的问题哦，因为你知道，当然我煮的时候我就会分享说应该怎样煮，怎样才是健康。那么我连续18天，我每一天煮2-3道菜，我一共煮了整40多道菜，都是就是健康年菜的主题，包括甜品。我自己是一个喜欢 creative 的人，我又不喜欢跟人家做一样的东西，所以说从那一刻开始呢，人家看到我这个理念跟我对营养学的一些看法，人家就开始注意到我们这个 HAMC 这间公司。那么当然最开心是我员工咯，吃好料嘛，每一天老板煮煮完老板还要洗碗，so 大家都很开心，客户也是很开心。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个机会，就是当然有那个曝光率了过后呢，其他的直播台就看到我们 HMC 的存在，开始就说这个人很厉害讲哦，然后这个人又很厉害煮哦，然后这个人原来我们自己是有自己的产品，开始就叫我们去到他们的直播平台那边开始，我跟其他的直播平台开始做的时候是 FMCO， 那时候还不可能 physical， 是通过电视去访问，就是这样卖。开播的时候 sales 还不错哦，因为那时候 MCO 嘛，卖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得好，所以我的直播呢就是慢慢这样做起来的了。这样林医师，这样现在 Sure Eye 的商业模式会是怎样呢？你们是直播还是你们线下还是电商呢？那么我们2020年开始，2021、2022开始直播，那时候还是不错的。可是，当 MCO 过后，FMCO 过后呢，就开始开放了，很多人就去线下了。那直播呢，在2022、2023还是比较 OK 的。可是2024开始呢，你就看到有一个 trend，就是 OMO（Online Merge Offline）、Offline Merge Online 的这个时代。那么当然做生意我们必须要跟这时代去转型幸好呢我们在做直播之前呢，我们是 supply 给 pharmacy 跟 organic shops 的，其实我们是从 offline 转去 online，
那当然我们就是吃到这个 online 的这个红利，做了很多直播，也跟很多台我们自己做直播。那么商业模式方面呢，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呢，除了做直播，我们植入了自己做电商，就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 fan page， 不同的这一个产品我们就有开不同的 page。那么在去年同时我们也开始做 TikTok 了，开始做 live， 我们也把我们的一些直播的一些片段把它 cut 出来了，一些精华呢把它放成内容去做 TikTok。当然做 online 的生意呢 it has to be multiple channel。我们的客户群是比较有年纪的，这个从35到55岁的女性，所以说这个年龄层呢在 Facebook 比较多。可是当然无可否认其他的平台也慢慢的崛起，就像 TikTok 很多人说TikTok 就是马来人的市场，可能是几年前，可是近年来呢，尤其是今年开始呢，你就会看到华人市场慢慢的就是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跟着时代去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意模式还是会走 online 为主，同时呢 offline 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会去做一些 health fair， 我们也会在我们合作的很好的 pharmacy 或者 organic shop 再开一个 kiosk， 就是我们的涉爱的一个 corner， 一个 health corner。这个 health corner 是我们的营养师呢，就会去到那边帮他们检查他们的身体，做活血分析，或者是我们的涉爱的这一个 DNA test， 跟他们解释报告。因为现在的人呢，在网上看到你听你讲的理念，学的营养学，很多时候呢对于客户来讲有一点遥远，他们觉得你这个人很虚拟，你在网上，他们很希望在线下跟你拍照，或者是有一些比较 personal 的东西，他们很希望拿到一个 confirmation， 面对面的去问你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personal touch 从 online 看到你去到 offline， 所谓的 OMO 是很重要或者是他在 offline 看到你的产品，他也希望去 online 找一些资料，看人家对你这个产品的评价，或者是你的 review 是怎样。所以说这个 online to offline， offline 去 online 就是现在的时代的这个一个现象。所以林医生，你们不只是在线下有去供应给不同的 pharmacy， 有做 kiosk， 同时线上除了直播、电商各个渠道都有去深入了。对，我觉得必须要 omnipresence、omni channels， 就是你必须要多渠道以不同的这个方法去让人家看到你的这个理念跟产品的存在。那么林医师刚才提到讲说涉爱的产品更多是在可能保健养生为主那么其实你们聚焦的是怎样的一个需求呢？我觉得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跟自己公司的定位在哪里很重要。我们涉爱呢做的是从第一天开始，我问我自己，我这间公司在做什么东西？其实 as a business owner， 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你的初衷在哪里？你为什么要成立这间公司？很多难免呢，有时候机会来到说有的赚一笔先捞嘛，是不是？往往呢，你如果失去你的重心，你要 focus 的东西跟你的初心的话呢，你会 divided， 就是你会走歪路，可能呢不小心成为一个医师，你变成一个煮菜的博主，是吧？所以说那个定位很重要，跟这个定位呢，我们就必须要问自己说，当初为什么我要成立我这个说爱？当初的 HAMC， 我要做的是 health coaching。那么我一心想要做的不是所谓的直播，或者是直播平台，或者是带货博主。所以说那个定位很重要，我们就是一个 health coaching company。我们聚焦呢，就是我们在做健康咨询，帮助我们的客户呢找出他身体问题的根源，那个 root cause。那个 root cause 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consultation， 可以通过我们的 DNA test， 可以通过我们去检验这个活血分析，知道这个人的健康状况了过后呢，才慢慢的去跟他讲说你应该怎样吃，你的生活习惯，有需要的情况之下才植入产品。因为我们卖产品不是为卖而卖，很多人会很喜欢 hard sell， 你一定要吃整套。你试想想，如果你不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呢，你就不要去让人家有同样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买东西，很多人现在尤其是年轻人不喜欢人家 hard sell 他
也不喜欢你就是所谓的 PUA 是吧？所以说这个我最重要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健康咨询呢，就让他知道你真的是有这样的需要，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We are inspiring our customers, but we are not forcing them to buy。这个我觉得这个 concept，我们要怎样去 inspire 人家关于我们的理念、我们的 concept。Once 人家认同了你的理念跟你的 concept，直接呢就是你这个人做出来的产品，你这个公司做出来的产品，一定要跟着我们的理念去跑。自然天然的东西就是天然。所以你看，我身为一个药剂师，我出的东西都是没有 tablet 跟 capsule。我并不是 tablet 跟 capsule 不好，可是读药剂的人都知道，你要做 tablet 跟 capsule，你要放很多色素，你要放很多 excipients， 就是让这个 tablet 很快的融化，让它很快的吸收。而且这个东西呢，跟我们 SHRED 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就是我们主张是天然的东西，这些 chemical 的东西，我们尽量就能够减少就减少。那么林医师，我们来聊聊一些关于创业的建议了。嗯。林医师在创业的路上，你也有没有踩过哪一些坑，或者是一些错误的决策，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吗？当然，你问所有的创业者呢，没有人是没有踩过坑当然，这个每一个坑呢，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经验。第一个坑，我自己去开这一个 organic shops 啦，因为我们是做 retail 的嘛。那时候我的太太很喜欢去买一大堆 organic 东西，这样我就想，诶，这个生意能做。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不代表是有这个市场，而且呢，开的地点 for retail 地点是很重要的，还有那个商业模式也是很重要。第二个最大的坑呢，我自己对电脑不是很懂的情况之下，我去做 Google Ads 的公司，我开了一个 Google Ads 的公司去做 marketing，online marketing。我连 SEO、SEM 我都不懂，我就去开做这个东西。那个是我人生中第二个坑，去踩这个雷。就是说，你不熟的行业，你真的是不要去碰。第三就是我们做生意呢，也不可以靠感情brother 你跟我很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创业吧。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要注意的东西。就是我曾经跟2个很好的朋友，他认识很多 supplier。他就说，哎，你会 formulate 产品嘛？你又是药剂师，这样你就去 formulate 一个产品，我就帮你销。结果钱是我出的，然后呢，我产品做出来，他说，哦，那你这个产品我的 channel 不能卖哦。可是这个东西我们已经讲好了，很多东西我们也没有，就是口头上没有 black and white 去做这个东西。结果就是这个是第3个最大的坑。所以说做生意我的原则呢，就是朋友归朋友，做生意归做生意。要做生意要 share 的话，每一个人都要出钱。There's no free lunch in this world。就是说不用紧啦，你没有钱了 ，OK， 我帮你出钱啦。结果我看回去的时候，钱全部是我出的，然后呢，工作全部是我做的。到他教他做他的工作的时候，说他不能。那么我要你这个板凳来做，感觉上自己有点走傻仔呀，是吧？So we need to be smart so that 我们才不会去踩坑了。那么林医师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部分，就是在于你的朋友跟你一起去让你去 formulate，然后他去做 marketing 营销，这东西很重要，就是在于可能那个 commitment 没有拿出来好像你提到要出钱嘛，要出钱，大家一起 commit，一起都是同心协力，或者是大家有同样的一个 vision 一起做这件事情。But I think 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去 listening to，好像你讲，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突然的发生，它都是有一个原因在了，对，去引导你来到今天的这个路了。But 你之前嘛，在药剂师嘛，你没有这个商业背景吧？好像你现在你去做 SHRED 的时候，你把这个品牌经营到很有温度。其实你怎样去学会做品牌呢？所谓的品牌，就是必须要有它的灵魂的存在。一个没有灵魂的品牌呢，它是虚的，它也是很 abstract 的东西，它是没有具体的。每一个品牌必须要有自己的灵魂，必须要有一个灵魂的人物。灵魂人物必须要有一个他所谓的故事，是要让人家去认识这个人，通过这个人去认识这个品牌、这个公司。所以说，现在的 trend 呢，不像以前的这一个，你可以砸一大堆钱打广告、放 billboard，然后呢放电视机。当然，大公司、
大财团是可以做这个。就对我们这些 SME 小公司来讲呢，你怎样要让人家去认识到你这间公司的存在，其实那个 founder 很重要。那个 founder 的理念是什么？就是说，回归这个初衷，这个人为什么你要做这个生意？你为的是要解决社会哪一样的痛点跟问题？那么你的存在如果能够解决社会的痛点跟问题，你这家公司就有价值。所以说，品牌等于一个价值，那么品牌也必须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必须要有一个灵魂人物。这个灵魂人物有他自己的理念，他的故事，为什么他要做这一个公司？所以说这个呢都是有连贯性，这个其实是一个公司所谓的 DNA， 你的 DNA 必须要够 strong、够强、够稳。我们能不能做到奢爱在他们这个调理身体的整个过程，提供了他们很多的价值，包括就是我们的营养的知识，很好的产品，有温度的这一个营养师的这个咨询，我们的这个客户服务的一个温度，让他们在整个健康调理的过程中呢，他们不是孤单的，他们觉得说 I is there for me， 这个 DNA 是很重要。这个就好像我们做 thesis， 我读 PhD 的时候，他会问你的 hypothesis 是什么？什么是 hypothesis 呢？你的这一个你所要研究的东西可以解决社会什么东西？所以说你的这一个 hypothesis 你 list 出来的是人家没有做过的，这个是你自己创立出来的一个理论，你必须要去 prove 说你这个理论是成立的，所以说你就做这个 research。qualitative 也好 quantitative 也好，不同的 method， 你就要 prove 说，我讲的这种东西其实是 work 的。这个形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PhD 的一个 thesis 哦，所以说才拿到这个博士的所谓的论文啊，这个就是你的论文。所以说我们创业也是一样的，跟我们读 PhD 是一样，你的 hypothesis 是什么？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你这个理念，你做的这个 formula 能够解决到人家的什么样的痛点？你能够帮到人的话，你在客户的心目中你就有一个价值的存在这个品牌就有 value 你这个很好，这个 thesis 的部分，你找到一个痛点再去 prove that 你可以解决。那么林医师从创业到现在了，在整个推动成长上的关键，你觉得你做对哪几件事情呢？我做对的东西就是我很坚持，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就像我做直播，当初我做直播的时候，很多同行就会笑我说：“哎呦，你看，pharmacy 不能做了啦，才来跑去做直播。”然后甚至我一些中国的朋友，你为什么身为一个医师，你要去做直播？我在讲，我做直播有错吗？但因为在中国的行业，直播是很叫卖你会看到当初 MCO 的时候做直播是卖鱼卖肉卖冷冻食品他们就会把说，你做医师，周末你要跳进去跟这些所 called 的巴萨的这一种叫卖的，就是同等级。那么，如果我当初很怕人家嘲笑，或者是很在意别人眼光的话，我就不会坚持的再走下去嘛，是不是？我知道自己的 strength 在哪里。创业者呢，也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强项在哪里。如果你是那种滔滔不绝可以讲不停的，你知道直播是你那一杯茶。那么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有稍微有点颜值的，那么你在 camera 前面你不会差到哪里去。这行饭直播也是你应该吃的就是说人家讲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嘛我觉得应该是知己知彼，而不是知彼知己。讲的那个次序呢，就是你要先了解自己，你才要去探讨market research 啦，市场怎样很多时候很多人莽撞这样就冲着去，就是上了一些课程，我要创业啦，结果创到头破血流那么最重要就是你必须要回归自我，你问你自己，你的强项在哪里？你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性格？你如果是那种不能 take risk， 然后呢一点点就很容易放弃的，我劝你不要创业，因为呢你可能会失败一次，你永远你整个人生你站不起来，你会到 depression 为什么是我然后呢自怜那么很怕人家瞧不起你，开始跟与世隔绝，不去 contact 朋友，怕人家嘲笑啦。我觉得这一些呢，你必须要了解自己不能够过你自己那一关先 analyze 自己先，你适不适合才去做这个东西。
知己知彼，知先己知彼，了解自己。而不是知彼知己。彼是别人嘛，很多时候你必须要你去了解市场，了解别人，然后呢才来了解自己有什么 strength。我觉得第一个 step 是要先了解自己什么样的人，你是属于什么样的性格。你如果真的是失败踩坑的话，你能够站起来吗？人家笑你的话，你能够不能够？你不管3七21，我觉得对的东西，我支持坚持去做，这个是我做对的事情。你是像你能言善道，同时又有颜值有又不怕颜值啊，别人笑，不敢讲，又老了。怕别人不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所以你把你的 IP 经营的很好。那么你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分享？比如讲说在收听的年轻人，可能他们要创业，他们想要啊、做个人 IP，可是他们又怕想说，哎，我这样子会不会这样子卖东西会不会不好？这样你有什么 tips 可以跟他们分享吗？如果你要做个人 IP 的话呢，第一个首先就是你必须要先知道说这个社会需要你这个人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能够为社会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自己的 profession，你的强项是什么？比如说你是很简单的，你就是一个帮助人就是修理锁头，一个keysmith 啊，可是你在你的这个行业已经可能你10多20年或者30年了，你对你这个行业有一定的认知，跟你很多很好的知识，which 我们普通人是不懂的。那么你在网上自媒体去分享你所懂的东西，就是为了要帮助人家去懂多一点，解决让他们的家不会被进贼。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个人 IP 啊。无论你是你是卖鱼也好你是一个卖鱼的一个在巴沙卖鱼的一个安哥都好，我们只会看鱼是有2个眼睛的咯，什么鱼叫什么名字我也不懂，是不是？那么你可以分享这个鱼你怎样分养殖的鱼跟深海抓的鱼这个鱼可以收多久？什么样的鱼就是比较好吃，肉比较甜又便宜这个是分享的知识，你就是一个个人 IP 啊。我觉得这2个是很重要，做个人 IP 必须要有的。第3个当然你要有勇气啊。所谓的勇气，你必须不要有 camera shy。我觉得那个勇气是可以被突破的。那个勇气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我们英文讲 compelling reason，你非分享不可。你去到那种程度，我们今天没有讲万一明天我没有在的时候呢，我就错过了这个机会。所以说，你有这一种的去分享这个知识，如果你会有那种冲动说，如果今天我没有分享这个东西，万一人家选错鱼，买错锁头，到底有什么样的 impact 呢？你就是很 eager 去分享这个东西，你的 IP 就出来了。你个人要很 passionate，你这个很 东西 passionate，你必须要对你，其实做 IP 不是为做而做，它是无形中被酿出来的东西。很多人说去上课我要做 IP，没有错啦。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地去上什么课了做自己的 IP 出来，只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有什么 compelling 的 reason，非做不可，非讲不可，非分享不可。然后呢，我去做这个东西，你的 IP 就出来了。因为林医师像你很年轻你就开始去开创自己的 pharmacy，就经营21年，再重新再去经营现在的这个血爱。这样你觉得在你的看法来说，其实我们说 let's say 40岁创业会算迟吗？我觉得什么时候都不算迟啦，甚至你已经活到60岁、70岁，你想要去达到你的梦想，我都跟你讲，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是你想要做的嘛。有些人说我一定要去看北极光一次die 我一定要去一次。那么这个就是 compelling reason，你活着的这个憧憬跟梦想。所以说，你如果die 你都要创业，我这一生人呢，我没有创业呢，我不甘愿这个就是很好的 compelling reason 让你去创业。这个梦可以在你70岁，可以在你80岁，可以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去实现。我觉得年龄不是一个限制，当然体力方面跟你的家庭的这个 commitment 是会有影响的因素。可是如果你真的是很想做一样事情你会像我的性格，我不管你3七21，我也不管你讲什么，我认为对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呢，你的家人跟你身边的人必须要先认同你这个 compelling reason， 为什么你这样坚持去做这个东西。如果相信
跟认同你的人呢，他会支持你去做这个东西。那么林医师，你的 compelling reason 是什么呢？我的 compelling reason 啊，像我这样的有一粒肿瘤在我的这个脑下面的，我不知道我几时会拜拜，会死掉，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说，我觉得我要分享的东西在网上的，我很怕我学的东西我会忘记。所以说我这边学了过后，我必须要，我是一个学了过后我要讲出来，有 input 跟 output 的人，我才会记得。那么我所学的东西，我自己收起来，我不讲的话，我也会可能像身体里面的那个这个大号大出来，是不是？那么这个可以 benefit 到人的东西，为什么我不要去做？而且你看，现在都要差不多50岁了，我还等几时？我们先不要去想说哦，因为会这样这样啦，等下又怎样，又怎么办呢？我老婆是会想很多东西的人的，我是不会的，做了才打算呢。You never do, you never know. Do it first, just do it. Nike, just do it. 做就对了 ，OK？ 你过后才来慢慢调整啊，没有一个人出世就会飞的嘛，是不是？我们出世也是慢慢学爬，爬了才会走，才会跳嘛。所以说，一边做一边学，这个也是时常我跟我团队讲的，做先，不要去想那多，你想得来不用做了，train 过了，或者是你很多 reason 啊。我跟你讲 ，professional 很难创业的。我看到很多医生朋友啦，或者是 accountant 啊，想太多，因为太聪明了，太厉害算了，太厉害 check AI statistic check 到完了过后，结果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做。So 你人生有没有一个东西你非做不可的东西？你非创业不可。如果你回答不到这个东西的话，你不适合创业。那么林医师 along 的觉得你了20多年的创业经验，你觉得了，你经历过最大的挫折或者低谷是什么呢？当然人生中有起起落落嘛。我最低谷的时候 MCO 咯，真的是完全归零。创立一个公司20多年，那个就好像你生出来的孩子，你明白吗？你很忍痛的把你这个孩子卖给别人，那个已经是一个很 hard aching 的东西。That's why 我们创业，我们也不要 fall in love with 我们的这个公司。是时候放手给人去 develop 的时候，你应该要有对的人去接手。其实 before MCO 的时候，已经在想这个决定，我要把我这个 pharmacy 全部卖掉。我用了1年半的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可是我再想回去，我接下来的人生我要走的是哪一条路？你要继续提倡这个我自己不是很认同的一个系统，还是你要提倡用天然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去调理身体？因为这两个东西是有一点点冲突的，你只能选一样。所以说呢，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就是我选天然没有副作用的方法。所以说，我觉得我到现在我做对了决定。这个就是说，你的 IP build 起来了。就是想当初我2个都要，我很贪心，因为2个都可以赚钱嘛，是不是？我2个都要拿的话，贪心的话，你啥都不是，因为你所提倡的东西，你讲一套做一套。所以说，你个人 IP，你讲那一套，你一定要做，你 need to walk the talk。你不可以跟你的理念有 conflict。所以说，我觉得我做对了这个决定，选择天然没有副作用的方法继续走下去。那一个西方的那个就变成了你的基础了。当你在提倡这个天然这个疗法的时候，同时你有很深厚的这个西方的医疗基础，让你去 advise。其实西药也是好的，它并不是说不好，只是每一个医学系统有它的好处跟短处。为什么我们叫 integrative wellness？ 就是你综合所有中西医自然疗法好的东西，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人快点好起来，让这个人有 hope 啊。没有东西是绝对的，所以说每一个东西一定有它好的地方跟不好的地方，这样我们就看它好的地方就好了。那么好，林医师，你有什么生活习惯你是觉得对你有特别帮助的吗？我的习惯呢，就是我喜欢 explore 新的东西，然后呢，我喜欢 creative 的东西，我喜欢有色彩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我每一天一睡醒的时候，我就会很 excited 说，今天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学。然后所以人家讲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有很多人会讲，有没有人真的是有去做？你说，哎呦，这样有年纪还去上什么课？其实现在我还是很喜欢上课的。我的老婆讲说，你不要点去上课可以吗？东西要用到了，人家讲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啊。marketing 我不是读 marketing 的我接触了 marketing 过后，我很喜欢 marketing， 因为它是一个 creative 的东西。
嗯因为每一天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做去呈现你要呈现的东西拍短视频也是一个学习。那么讲到创业要做 management 团队，全部都是新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习惯呢，喜欢学习的习惯是对我来讲帮助很大。这个非常难得，因嗯为不是每个人对所有事情都感到好奇。，You have to stay curious enough to stay young and to keep you ongoing。因为你没有接触新的东西，你就没有新的 anticipation 你没有一个憧憬跟what's next。就好像你们喜欢打 game 的人哇，一关闯一关。其实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challenging 有挑战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嘛。Try to explore, keep exploring 不同的东西是 keep me going 的一个 spirit 了。Stay curious to make you still young 所以林医师，这个是你保养这样好的秘诀吗？可能哦。因为我觉得人必须要有那个活力人家讲生活是吧？你要生，你要活着的话呢，你就要动哦。人家讲要活动嘛，是吧？嗯你要生活，你要活动。所以你是洗鼓鼓这样，每天 steam 这样，你没有活力的话呢，你是没有 hope 的。嗯。那么林医师，像你在讲大健康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了嘛，嗯。在你个人的看法，你是怎样看待马来西亚大健康领域的趋势呢？比如接下来会有这样的挑战或者机会呢？这个问题很好我觉得整个马来西亚大健康的环境呢，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的，很多空白的空间，是需要市场去弥补的。比如说呢，讲真的，我们很多的大学生对自己吃的药物，对自己爸爸妈妈吃的药物，那个名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是白色的药丸。可是你会看到说，一个外劳他会进来跟你讲说，我要的那个药是什么名字，什么国家来的牌子，我要 original brand， 那个 original brand 叫什么名字？你会很奇怪，一个教育水平比较低的外劳，我们不是说看不起他了哈，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一个人，他知道他吃的东西是什么。可是我们这边的大学生，他对他爸爸妈妈吃的那个药物，他不知道那个名字，他只知道那个药物长得怎么样，什么颜色。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药物方面，这证明说我们马来西亚人对健康的意识还没有到那个水平。所以说，健康意识怎样去提升呢？靠我们这些厉害讲的人去赋能知识，去分享。那么很多人说，原来这个水果烂了一边，另外一边是不可以吃的，是吧？很多人是切掉那个烂的那个旁边的好的还可以吃嘛，能省则省你可能因小失大，你把霉菌细菌吃进去的话，可能对你的身体是残留很多的毒素，甚至是致癌。很多人不知道说，原来东西已经超有益了，已经是 rancid oxidized 了，是不可以喝的，不可以吃的。那么你为了省，哎呦不要浪费这个油好贵已经是臭油味了，还继续用。那么可能它已经是 oxidized， 已经是有毒素了。这个东西是要靠谁去分享出来呢？是靠我们这些博主呈现对的知识去把这个东西带出来给大家。自然疗法来讲呢，我们身心灵，大家都说身心灵要平衡。当然，你去做medical check-up，你吃很多保健品，你去运动晒太阳，你的身体会很健康。其实很多人匮乏的是心灵这个部分，所以说你身体很健康，你心灵不健康的话，你就看到说你焦虑紧张，你很 depressed， 晚上不能睡，然后呢导致到你身体很多荷尔蒙失调，肝脏不好，因为你不够睡嘛，然后三高的问题，高血压全部一起来。其实它是一个息息相关的东西它就是一个连环，就是一个连环锁了互相反应的东西。所以说怎样去达到这个心灵方面的这个健康呢？所以说我们最近有做了一个 podcast， 就叫做 Make Sure You OK。 其实我们团队里面也说，老板你知道拍每一集要花很多钱呢，要 edit video 啦，要叫团队来拍这个东西啦。可是对我来讲 compelling reason， 我一生人中我没有做到这个 podcast 我不敢念。这个是我觉得可以影响社会的东西
好的一个 impact。比如说我们会访问一些癌症病人，他们得了癌症，他对人生的看法，他对心灵这一方面的这一个滋养有什么新的领悟？因为很多时候呢，we learn from other people's story 啦哈，很多人说，哎，喜欢看书自传其实你先这样访问我，它只是一个自传，从我的经历去convey 什么样的 message 给人家，我要 make sure 说你真的是 OK，不只是身体吧咯，你心灵层面，你从别人的这个所遭遇的东西都带出来的信息，你对于你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新的领悟？尤其是年轻人，我们很多时候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看回去你才有一个领悟。如果你可以从别人的故事跟生活里面去领悟一些东西，你真的是可以体会到哦，下次如果我有这样的话，至少他比我严重很多，他比我惨很多I'm still not so bad 啦。所以说你 still 不会说这样自怜哎呦我很惨全世界最倒霉的就是我还是什么，你就爬不起来。所以说我们这个 make sure you OK， 希望我们 launch 的时候呢，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个好的信息，好的领悟。所以说对生命这些东西的看法是什么？你可以分享一些你觉得对年轻人很重要的一些思维吗？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呢，很有自己的想法，尤其是现在00后，他们是可贵的一群，没有像以前讲真的，太听话不是一件好事你知道吗？你必须要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同时，你必须要去花时间去了解自己，真的是 understand 你自己的性格，你才知道你自己要走的那条路是什么。因为现在的年代的年轻人不缺，我不做工，我在家里躺平，我家里都有 WiFi，有冷气吹，我一台电话我就可以活，我自己可以 Grab， 我的 Grab 不够钱的时候，我妈妈就会 top up 给我。现在年轻人都是处于这样的状况，我自己的孩子也是。可是这样的红利，为什么不要好好去用嘞？你不需要为你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去烦的时候，你就更多的空间去想你要做的东西，你的 compelling reason 是什么？你自己的 character 是怎样？你这个 character 适合哪一种的行业？现在的人选择很多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红利的时代，好好去利用它。你如果选择对了过后呢，坚持去做你觉得对的事情。当然，你对的事情，你必须要 justify 社会的一个标准不要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来吸引眼球啦，或者是拿流量啦，你会走歪路，朝向好的方面去继续的去发展，那么你就会找到你要做跟对的事情。很像你一直提到很多年轻人，可能他们觉得我不缺什么，可是当他们不缺什么时，同时他们正在consume 的内容就是手机所以一直在input，一直在input，都是外面在告诉他的事情，他们少了那个思考去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现在年轻人 face 到的一个 challenge 了。是你难怪了，你不能说我现在看回去好像我的孩子现在18岁是20岁，你看回去其实他们还是在成长的过程，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个呼吸的空间，让他去成长。就是你不能说把自己认为的那一套那个 standard 套在他们身上，他们觉得会很压力，他们也不认同你，那个 gap 就会产生了。你是要去 reasoning， 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你要去 reason，你可以 suggest 给他，why not？ 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想，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我也鼓励年轻人听多点 podcast， 就像你这个 podcast， 从别人创业的故事或者人生的经历去学习到一些东西，那么你就少走很多冤枉路其实我觉得现在是时代的红利，以前我们没有这个东西的，我们只是会在树下听老人家讲他的故事罢了。现在有 podcast 你躺在家里你都可以听，你在吃饭的时候你都可以听有这种的 convenience 就可以学习更多东西。我觉得现在年轻人都很 smart 的，都是很聪明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学的，去听多一点，去学多一点，去看别人的故事多一点点，然后怎样 apply 在自己的领域跟自己的身上，让自己的成熟度越来越成熟，去把自己酿出来。就是你当自己是一个米酒，
慢慢的去酿到你有香味为止，你才是叫做好的酒。去吸取更多别人的经验，听多点 podcast，analyze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行业，然后呢，有什么 compelling reason in your life， 你非做不可的东西，你没有做你会很后悔的东西，把它写出来，这样呢，你就可以活得很精彩。